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一個影響超級大的題目。一場發生在華府的政治大地震，以及它怎麼像海嘯一樣，在全球的健康跟科學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連鎖反應。OK， 那今天的內容我會分成這5個部分，一步一步帶大家看懂這個局勢有多複雜。我們會先從震央，也就是華府開始看起，然後追蹤這股衝擊波是怎麼擴散到全世界的。當然，最重要的是最後我們會來聊聊身在其中的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好的，我們直接切入核心。這一切的故事都得從華府一場非常劇烈的權力轉移開始講起。但你先不要把它想成那種你知道的普通的政府換屆，不，這完全是不同等級的。它是一場足以撼動全球秩序的政治地震。這句話來自提姆·賴尚。你可以想象，他就是在那個圈子裡打滾了幾十年的資深圈內人，待過美國國家衛生院這種最高殿堂，也幫頂尖大學處理過政府關係。當這樣一個人用史無前例這麼重的詞來形容這場變革時，你就知道這絕對不是一次普通的政黨輪替，而是一次從根本上顛覆遊戲規則的結構性轉變。那麼你可能會想，這麼大的變革，它的民意基礎到底有多穩？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新的執政團隊不斷宣稱他們是拿到了壓倒性勝利的授權，但你看哦，實際攤開數據，普選票的差距其實連1%都不到。這就好像你拿着一張薄到快要透明的授權書，卻想要發動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這種政治現實跟實際作為之間的巨大落差，就是後面所有衝突的根源。而且他們動作超快，選舉一結束，幾乎是立刻就出重手了。他們的第一刀就直接砍向各種國際協議跟組織。你看啊，從攸關全球公共衛生的世界衛生組織，也就是 WHO， 說退就退；再來處理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也直接退出，甚至連主管國際援助的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都直接把它併到國務院底下。每一個動作都像是在對全世界大聲宣告一個訊息：我們要從全球合作的舞台上全面撤退。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這些在華府辦公室裡簽下的文件，可不只是紙上談兵而已。他們就像被推倒的第一張骨牌，然後後面就引發了一場橫掃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連鎖反應，而且是一塊倒得比一塊快。我們拿美國國際開發署，也就是 USAID 當例子，你就能看懂他們是怎麼一步步把它拆掉的。這根本就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拆除行動。第一步，先把裡面的專業領導層換成意識形態很強的自己人。第二步，直接把它併到國務院底下，讓它完全失去獨立性。更扯的是，第三步，他們甚至把大樓外面 USAID 的招牌都給拆了，好像要徹底抹去它的存在一樣。最後一步最狠，就算國會明明已經撥了預算，他們還是強行裁員，讓所有計劃停擺。就這樣，一個在全球公衛領域奮鬥了幾十年的重要機構，就這樣被從內部給掏空了。你可能會想，搞這麼大，難道美國民眾都沒有反應嗎？這就牽涉到一個很普遍的迷思。大部分人聽到國際援助，都以為政府花了天文數字的錢在上面，但事實是，這筆錢只佔了整個聯邦預算的1%左右。這是什麼概念？就像是你月薪5萬塊，每個月只花500塊去跟國外的朋友交流一下，結果卻有人跳出來指責你敗家亂花錢。就是因為有這個巨大的認知落差，所以當政府大砍這筆預算的時候，根本沒有引發足夠大的民意反彈去阻止這一切。華府這一場地震的下一波衝擊，就直接打到了科學界。你可以想象一股強烈的反科學寒流開始籠罩整個學術圈，特別是對生物醫學還有全球研究領域帶來那種會讓人背脊發涼的影響。我們來看看這股寒流是怎麼運作的。
這股寒流很具體地展現在他們對頂尖研究機構的重組計劃上。原本的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還有疾病管制中心 CDC， 你想想看，它就像一個超強的健康守護者，一手要處理像癌症、心臟病這種慢性病，另一手又要對抗像流感、伊波拉這種緊急傳染病，同時還要顧好基礎研究，是一個非常全面、非常平衡的布局。但新的提案呢，硬生生把他們的功能給拆開，要求 NIH 只能專心弄慢性病， CDC 只能管傳染病。這就像把一個左右開弓的全能拳擊手，硬是把他的其中一隻手綁在背後，叫他去打比賽一樣，整個戰力都廢掉了嘛。更糟的是，他們還用了各種行政手段，讓整個科學研究的機器幾乎完全卡死。你看哦，第一招，負責審核研究經費的委員會不開會了，這等於是直接把資金的水龍頭給關掉。第二招，那些最有經驗、最知道怎麼管理大型研究計劃的專案主管，一個一個被開除。更絕的是第三招，像當年完成人類基因定序那麼重要的人類基因組研究所，它的整個政策辦公室直接被裁撤。最後再補一刀，用所謂的反腐敗調查當借口，讓所有還在跑的流程全部慢下來，全部卡住。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在前線做研究的人真的是寸步難行。你聽聽這個真實的例子，就知道這有多慘。有一位在奧克拉荷馬州的年輕研究員，有一天呢，他突然收到一封很冰冷的 email， 說他的研究經費被取消了。他嚇壞了，趕快打電話想問清楚，結果電話那頭只跟他說，負責他案子的那位專案主管已經被解僱了。哇，你想象那個畫面，他完全求助無門，整個研究生涯可能就因為這一封 email 就此中斷。這就是這場政治風暴底下一個個科學家正在面對的非常殘酷的現實。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還沒，這把火繼續燒向了下一個地方。高等教育，在新的執政團隊眼中，大學，特別是那些頂尖大學，他們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所以，一場有計劃、有目標、專門針對學術界的運動就這樣開始了。而且他們是玩真的，一點都不掩飾。新政府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要從根本上拆掉整個聯邦教育部。你沒聽錯，就是拆掉。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場針對高等教育的行動，它不是什麼單純的政策調整，它是一場深層的意識形態戰爭，目標就是要削弱整個學術界的獨立性和社會影響力。題目來上又講到一個重點，他說公衛和學術界失守了論述。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講白了就是我們失去了話語權，我們沒有好好的跟大眾溝通，我們到底在做什麼，我們的研究有什麼價值。結果呢，這個論述的真空地帶很快就被各種錯誤的資訊、各種惡意的攻擊給填滿了。好，講了這麼多問題，如果你還在聽，接下來這一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我們不能只是坐在這邊唉聲嘆氣，接下來我們要從問題分析轉向尋找解決方案。而且這裡說的不是要你上街頭去激烈抗議，而是一種更聰明、更有策略性的公民參與。有一句華府的政治老話說得非常直接，如果你不上桌談判，那你就會在菜單上。意思就是說，當有一群人拿着刀叉準備要瓜分預算和資源的時候，你如果選擇安靜，保持中立，那很抱歉，你就會被當成那道菜直接被分掉。在這種環境下，沉默其實就是棄權，而棄權的代價就是讓別人來決定你的命運。那具體要怎麼做？來，這裡有3個步驟，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行動工具箱。第一步，從你身邊開始，在自己的學校、自己的社區裡面組織起來，先去找你選區的議員、地方官員溝通，他們是最需要你手上那張票的人，所以最有可能聽你說話。第二步，學會說故事。冰冷的數據很難打動人，但是人的故事可以。就像聖地亞哥那個污水研究的案例，研究團隊發現，因為污水處理廠壞掉，結果導致貧困社區的小孩每天都要踩着污水去上學，生病率暴增。你看，這個故事有畫面、有情感，比任何數據報告都更有力，最後也成功地迫使政府採取行動。這就是把數據轉化為影響力的藝術。第3步，擁抱新媒體。
現在這個時代，傳統的報紙投書影響力已經很有限了。真正的輿論戰場在 Podcast、在 TikTok 這些地方，我們需要把專業的知識用新的語言、新的管道傳遞給新一代的聽眾。說了這麼多，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給大家思考：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如此龐大、看起來堅不可摧的體制時，一個人的努力、一個人的聲音，真的能帶來改變嗎？這場華府的政治地震，它不只挑戰了全球的健康和科學，其實它也在考驗我們每一個人的信念和行動力。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華府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轉變開始，一路看到它怎麼透過瓦解國際合作、卡死科學研究、攻擊高等教育，最後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骨牌效應。而這一切的核心，其實不只是一場政策之爭，它更是一場關於誰有權利定義事實的論述戰爭。而我們的反擊策略，就是從地方開始，用故事溝通，並且掌握新媒體的力量，重新把話語權拿回來。所以，回到剛剛那個問題，個人的聲音或許很微弱，但是當無數微弱的聲音匯集起來，就能成為改變體制的巨響。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